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萝卜，欢迎来到我新一期视频。然后在视频的刚开头，一定要跟你们说一声感谢，真的是很感谢。24号之前，我一共收到了800多个人的投稿，真的你没有听错，800多个人。发起挑战的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自己的预期可能在300、400甚至500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快接近1000这个数字。真的感谢你们每一个人，然后是你们，就是你们在激励着我，然后让我更加坚定的要做完这个比赛，要完成这个备赛，去发起一个更高的一个挑战。因为这场职业赛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，然后不光日本赛，还有可能未来的美国赛都很重要，是你们选择陪我做这个挑战，所以我只能发自内心的来感谢你们。800多个人，上次我也说过，有年纪最小的15岁，然后有40多岁的，不同行业的，五湖四海的，每个人我都有看。当你们在说出跟小萝卜每天架舞棒的时候，是很触动我的，这也是让我选择继续做干货，继续做我自己喜爱的视频，然后继续给予你们更多的能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。最后再感谢你们，马上给你们奉献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爽的练背干货，准备好了。金鱼好高哦！一直这么高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金鱼，然后这边是前霸。今天带他们一起在下午帮进行一个背部训练。你的微博是什么？Physics 金鱼，爱生活的潜耀。对，36岁奶爸。然后这位是龙战队的金鱼，然后他之前在自然赛北京，在之前3亚赛跟着龙战队一起去比赛，然后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，都是差一步可以拿卡。然后今天呢，背部也是阿金的一个弱项。阿金弱项啊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们今天所以我们要进行比较完整的一套背部训练，然后用我们的这边比较独特的器械和一些把手，我们就从那边开始，从我们这个新的把手开始。第一个动作是一个组合器械，用一个小板凳放在这边来增加它的一个拉伸距离。这个把手最大好处就基本上你不需要耗费太多力量在握上面，无论是拉伸还是收缩。肩胛骨先收肩胛骨，先这里收缩，先这里挤压，这里还没有挤压，挤压这里，再往里。前霸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它这里很难主动收缩，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练不好背的一个原因，就它这里没办法进行一套完整的收缩，再收，你看没有？它这边没有做一个收缩，只有这边，这是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。你需要做到的话，这边做一个主动收缩，肩胛收，这里收，再沉，再收 ，OK， 再收，现在好一点了，就是需要这样。对，再挤压。对了，整个备赛过程中，我其实背练一次少一次，我不会去丢失任何一次练背的一次训练。就是练其他的，我可能没有付出我的200%，但是我的练背训练永远是付出我的200%，因为我的背比较弱一些。不够，用点力道。好严格。我又不要比赛了，你让我开心就好了。不行，刚刚没有收缩了。现在呢？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再深一点。你喜欢这么深干嘛呀？快，不然没有感觉，走。不行，没有。OK， 现在有了。好，不要。背很红哦。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刺激的就是这里。然后接下来。我们刺激我们背阔，因为背都是我弱项。接下来刺激我背阔，背阔用我们的一个固定器械。接下来动作是一个单臂的器械划船，这个动作我们准备跟另外一个超级组做一个窄距的反手的一个下拉，拉到我们肚脐。这个主要刺激我们的背阔肌，你可以看到这边背阔收得非常非常紧。做这个动作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很多人容易借力太多，先去转身体。再去做拉，不，你应该先去做的是一个先去挤压、收背阔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再顺着去拉，然后再去转这个过程。这个重量比较轻，我们先做一个热身，大约2组的热身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训练组。很好，对，有点先不在往外面抱东西，加点卷腹，凸起。对了，因为背部先收缩，先收住，然后再拉，再转。对了，
是挤压到痛，这个。然后再拉，再转，对。今天是我第一次练背，以前真的没练过。哦，这个刚才这收的好。走吧，回圈圈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倒数第2组，是一个递减组，递减一个半片，递减1片，然后就留下最后2片，递减2次，每次做10个，一定要注意。现在我们刚才是单臂的，现在是双臂的。双臂的优势就在于你可以微微的向后借点力，但同时它会收的会更紧一点。当你往后收的时候，你可能整个上背，包括你的竖起肌都会被挤压到。这组真的很爽，真的很舒服。哪里舒服？走。感觉还行，满脸的开心。好舒服啊！为什么说不舒服？接下来是这个器械划船的，就是最后一组，也是最不一样的一组。我们会做一个单臂的静态收缩，给你们看一下怎么样做。很多一边8个。在一起10个，8加10，看一下，10的时候就递减1片，3、2。哦，谢一遍，然后在一起。做10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是个反手高位划船和一个直臂下压做的超级组。反手一般来说刺激背阔，但是我们尽量把它刺激整个背，肩胛骨也做个回收，肩胛骨也收缩，一起背，一起收缩，一起收缩。现在我们做直臂下压，直臂下压我要找个长感。就是这个直臂下压是个单关节动作，它很经典，尽量选择重量稍微小一点，然后集中注意力在收缩上面。相比于之前的一个划船，我们可以甩一甩，这个动作不要求任何一个摆动，就纯收缩。整个背可以，这边也要收缩，挺起来一下，挺起来一下。对了，再拉，对，走，对，紧绷收缩，停一下，停住。现在是我们最后一组，做完最后一组以后，我们去楼上做一个收尾动作。每次我会选择一个收尾动作，去刺激我的整体背。然后一会儿你看一下我会选择什么动作。总归做完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肯定背会完全的力竭。接下来最后动作收尾动作是一个史密斯的划船，它主要刺激我们的背阔，同时呢一会儿我们会做个硬拉，刺激我们的上背，刺激我们整体背部。这个动作作为一个收尾，是我最近以来最喜欢的动作。这个怎么这么重啊？这感觉，这个太重。好舒服。来舒服一个来，我觉得我差不多了。这一个最后一个动作，加油！我还是喜欢做不舒服的事情。我也可以让你不舒服。哎呦！
5，还有力量，看看，10个。这前方20头怎么练出来的？就是引体向上，看，6，只有。行吧。我不要这个，我有那个动了手术，我没办法发力这个。因为你没发力，因为我这个受伤了。我也是有问题。我是说这个，你看这个我可以发力了呀。好相信的眼神。原谅一下，因为毕竟前爸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。你想象你一整天保一个15公斤的哑铃，不说了，我在自己奖励自己，这是真男人。最后一组奖励自己几个斜方，就告诉自己今天练得很爽。给你们讲过，我练背是高碳日，所以今天训练状态会饱满一些，明天练肩训练状态会更好，这就是高碳日的一个目的。虽然很兴奋，但是其实经常会就是会有个情绪的一个波动，就在处于备赛的一个情绪波动期，就很容易非常自信，又有时候非常不自信。那你还是比我稍微高一点。刚结束今天所有训练，金鱼刚刚恢复，然后前爸呢？看，哎，前爸呢？前爸去拍照。你看这种网红的职业素养，就是拍照时间会更久一点。然后像我们这种专业运动员，你看。对我来说是一个备赛期的一个常规训练，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强度会大一点。刚开始也说过，我每一次练背都非常珍惜。在我看来是肌肉已经疲惫的情况下，我根本就不想停下来，因为我其实精神上一直很专注，我精神上一直想，我想练更多，因为我背部是弱项，我时刻提醒自己。给你们正在看视频的你们一个建议也是一样，自己哪里肌肉群弱，一定要变得你去喜欢上去练哪里，而不是说去抗拒练哪里。大家说我不练腿，其实因为我腿其实是比较强的，你可以看我腿其实比较强，所以这也是我基本上已经属于3个月不练腿的状态，腿肌肉量基本上没怎么减，肌肉很扎实，在之前的10几年的一个足球生涯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所以我不需要怎么单独练腿，但是不代表你们不可以练腿，腿还是很重要的，你只有把腿练好了，跟上半身均衡了，这样才好看，这样穿沙滩裤也才好看。所以健体练腿吗？需要练腿，但是需要非常有分离度的腿吗？并没有那么需要。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说把我的背变得又宽又厚，这也是我估计未来2-3年的一个目标。然后之后呢，教练如何给我发了一些信息，就是让我如何去增强我的一些弱项，之后把一些秘密也分享给你们。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